1956年，美国出动一架侦察机侵入我国领空，目的很明显，就是侦察我军的雷达部署情况。我军雷达发现后，马上派出飞机进行拦截和驱逐。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大家好，欢迎走进历史时光。今天我将为你讲述这件美军机入侵我国领空的事件。在当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让美国对新中国的提防程度大大提升，经常会派出侦察机来搜集情报。1956年8月22日，美国方面特意选了个晴朗的好天气，以便侦察机在这样的天气下拍得更清楚。到了晚上，已经接近夜里11点左右，防空雷达的警报响了起来。这寂静的夜空格外刺耳，战士们看到一架飞机从上海东北方向入侵了我国领空。而美国之所以会挑选在夜晚，主要原因是当时美军高层普遍认为中国战斗机不具备夜间作战的能力。这架飞机十分狡猾，一直低空飞行。我们的雷达虽然探测到它的入侵，却无法立刻准确判定该架飞机的身份，所以没有马上做出拦截。但战机已经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指挥所内此刻已经是灯火通明，所有人都在忙碌地调查着这架飞机的身份。美军侦察机飞行了几分钟就改变了方向，朝东南方向飞去，那里有我军空军、海军的基地，还有地面的雷达站。11点17分，雷达判读员通过反射回波获得了目标飞机的形态、速度等信息。通过这些信息，确认了入侵我国领空的是一架美式 P4M1Q 侦察机。毫无疑问，这是美军又一次入侵。得到确切结果的上级马上下令，我军战机立刻起飞，拦截和驱逐美军的侦察机。凌晨12点，曾经历过朝鲜战争、有着丰富的对敌经验的空2师6团领航主任张文义驾驶的米格-17歼击机迅速升空。美军侦察机飞得很快，就快接近舟山群岛了。大家发现美军并不是像简单的侦察，而可能是发现目标后进行轰炸，所以上级命令张文义找机会干掉这架侦察机。很快，张文义就接近美军侦察机了。地面雷达显示距离5公里，但具体方位并不知道，所以靠他的经验来判断了。没多久，地面指挥人员告诉他，美军侦察机改变了方向，准备逃跑。美军的飞机比较先进，肯定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张文义的米格-17，而张文义驾驶的米格-17是苏联生产的一款战斗机，这种机型没有雷达探测的设备，因此张文义无法通过电子设备准确掌握美军侦察机所在的位置，他必须用眼睛去看，用经验来判断目前的局势。随着距离越来越近，地面指挥人员也下达了攻击命令。第一次攻击并未命中，第二次张文义发射了3枚炮弹，终于击中了。这是因为美军的侦察机比较先进，竟然没有直接坠落，还准备逃跑。张文义发起了第3次攻击，打完了所有的炮弹。这次任凭侦察机再先进，也被炸得起火了，最后掉进了海里。他完成了击落任务，安全返航。随后，我军派人打捞了侦察机残骸，发现2具美军尸体。本来是美军飞机入侵我国领空，我国捍卫领空将其击落，但美国人却反咬一口，说是我国主动挑衅，在公海袭击美军侦察机。也许是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又或者其实美国只是想给自己找个出兵的理由。随后，美方派出了3艘航空母舰，搭载了200多架舰载机以及近50艘军舰向我国东海集结，形势十分紧张。当时美方的举动令我军倍感压力。此时，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将军站了出来：“打就打了，还后悔吗？现在不是说该不该打的时候，而是接下来的安排。”司令员的态度很明确，我国对待外军从来都秉承了不开第一枪的原则，但那是人不犯我的情况下，如果敌人公然挑衅，我们仍然退缩，只会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我军并没有害怕，而是表明了坚决捍卫主权的态度。于是1956年8月，东海上演了一出这样的旗幕。以中国海域为界，美军3个航母战队严阵以待，200架战斗机盘旋在公海上。反观我国海域内，只有常规巡逻的战斗机按时升空，海上也只有1到2只巡逻舰艇游弋在一片平静的海面上。果不其然，最后3艘美军航母还是灰落地离开了。事后，美军侦察机在我国领海里被打捞上来，让美国的谎言不攻自破。
美军撤退还有一个原则是担心中国的老大哥苏联，如果中苏联手，美国不一定打得过。而且我国也有把侦察机和美军势力还给了美国，美国人也只能哑巴吃黄连。2022年6月17日，我军第3艘航母福建舰下水成功。如今的我们也有了3艘航母，并且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会有更多。军力越来越强，也代表着敌人再想要欺负咱们，也要掂量掂量了。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交流，说出您的看法。我们下期视频再见。